有22万人在他们忍不住剁手的时候，都会去豆瓣的一个小组，让别的组员帮忙劝退。比如冬天太冷，想买台跑步机在家跑步，需求合理吗？为了考研要不要买 iPad？ 要不要买个 Kindle 看漫画等等。经过组员一番讨论，劝退成功的单品加入已劝退区，供其他组员参考。我似乎又找到了一个省钱的好方法。这个小组叫不要买消费主义逆行者，创建于2020年10月底，到现在已经有22万组员了。小组内讨论服饰、美妆、数码等各类消费品要不要买，也有一些组员分享不要买的清单和技巧，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不盲目跟风，不被消费主义裹挟，做消费主义市场的逆行者。今天我们就聊聊如何吊打高配思维和超前消费，心安理得的做一个消费主义逆行者。其实很多消费品，咱们在犹豫要不要买的时候，内心十有八九已经倾向于不要买。但一方面是商家对商品卖点的鼓吹，另一方面是借贷公司对消费欲望的刺激。很多人最终还是把持不住，乖乖掏钱。而且你会发现，让你掏钱的和借你钱的都是那一拨人。合着我们苦逼打工人加班爆肝挣来的钱，还没暖热又被他们收回口袋。而且大佬们还通过借贷和分期的方法，提前透支了我们将来挣的钱。你说他们多损呢？从巨头到中小企业，互联网公司扎堆搞金融，也就能发现借贷有多赚钱，或者说大佬们有多想赚韭菜们的钱。虽然韭菜钱不多，但挡不住韭菜多啊。2020年上半年，蚂蚁集团微贷科技业务营收为285亿元，同期京东金条和白条收入共计44.3亿元。除了巨头，还有无数的小额贷款公司。央视的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6月底，全国共有7333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达8841亿元。一张身份证，一个手机号，咱们借钱的门槛有多低，大佬们赚钱的欲望就有多高。但企业家不是慈善家，出来混迟早要还，表面的一片美好掩盖不住背后的一地鸡毛。2019年第3季度，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信用卡的发卡数量达到了7.34亿张，授信总额达到了16.99万亿元，而信用卡逾期半年以上未偿还的金额达到了916亿元，占授信总额的 0.54%， 也就是每200个人就有1个人拖了半年还不上，这个比例不算低了。而在一些人为超前消费买单或者无法买单的时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有许多人开始了这样一项挑战，他们制定7天到1年时间不等的不消费任务，体验不花钱的生活。这项挑战源于《不消费的1年》这本书，作者凯特·弗兰德斯坚持1年不消费之后，攒下50万元，减重13公斤，并找回了快乐的自己。在29岁之前，作者凯特从不觉得自己花掉超过90%的收入有问题，但有一天，他教训自己的妹妹乱花钱，才发现几乎月光的自己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于是，在29岁生日那天，他决定开始为期1年的不消费任务。这里的不消费不是说什么都不买啊，而是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东西坚决不买。另外，整理自己现有的物品，只保留必不可少的，其余的断舍离，以此来改变自己的思维和习惯，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说到消费主义逆行者，不得不提极简主义的作者乔舒雅。这位掌管着150多家店铺，拿着6位数年薪的高富帅，却坚决扔掉自己90%的东西，过着极简生活。他也发起了一项30天极简主义游戏的挑战，就是要在30天内每天扔一些没用的东西，第1天1件，第2天2件，第3天3件，以此类推，最后1天足足扔掉30件杂物。虽然30天要扔掉465件东西，但这项挑战依然吸引了一大批参与者，他们纷纷表示刚开始还有点舍不得，但越扔越爽，最后觉得自己灵魂的重量都减轻了。当然这里并不是怂恿大家去参加挑战，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出这么多可以扔的东西，但没关系，只是想告诉大家，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下，还是有很多人保持着理性审慎的消费方式，他们不随波逐流，有清晰的消费观和价值观，跟很多用物质包装自己的人比起来，确实是一股清流。之前聊消费降级、极简主义的时候，很多小伙伴也私信我说自己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坚持不了几天就以失败告终。根据说到的问题和我自己的感受，我揪出了3个逆行之路的绊脚石，今天咱们也扒一扒。1、攀比心理。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一个人他没有车没关系，但他的邻居隔壁老王买了车，那就有关系了，他又开始觉得自己缺个车。攀比心理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社会比较。人们借助社会比较进行自我评价，确认自己的属性定位，这个过程隐含着被肯定的情感需求，但越是向上的比较，你的自我评价就会越低。2、商家诱惑。
广告无处不在，已经习以为常了。3分钟的视频都能打上1分半的广告，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消费品广告，现在的借贷广告也是铺天盖地，传递的价值观更是奇葩无比，仿佛借钱才能生活，我不借钱都不会活着。这是什么逻辑？富人借钱是商业贷款，用来投资赚更多的钱。你这广告鼓吹的都是消费贷款，普通人只会越借越穷，居心不良啊。3. 消费欲望，人都是有消费欲望的。研究表明，购物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从而让人产生快感。另外，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营销学助理教授斯科特里克发现，零售疗法的概念真实存在，意思是人们可以通过购物来自我调节、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绪。不过这个成本是真的高。如果受困于上面3个原因，在买与不买之间来回拉扯，最终还是会固态复萌。就好比我如果一直纠结省钱会不会太苦了，别人会不会看不起我，过不了几天我就会放纵自己报复性消费。实际上这是进入了一种误区，逆行并不是省钱过苦日子，而是去除干扰，过自己喜欢的有品质的日子。极简也不是拒绝买，而是买优质的最适合自己的，降的是价格不是品质，减的是冗余不是必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纷乱复杂的价值符号上转移到人生中更重要的地方上，比如极简主义所说的健康、人际关系、热情、成长、奉献。对于别人的看法，我是这么想的，即便我超前消费是本质上提高了生活水平，还是表面上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很明显，虚荣心是满足了，但常常的信用卡账单无疑是降低了生活质量，而且提升了焦虑感。前不久，北大数学天才韦东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这位被保送的北大助理教授，白水配馒头，一身质朴，刷新了广大网友的认知，这才是应该被更多人认识和关注的网红吧。有学者指出，文化比收入更能体现阶层的差异。我们对社交、尊严、自我实现的需求，归根结底都是对阶层文化的需求，这或许比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更为重要。当你思想转变了，就成功了一半，如何行动自然顺势而来。除了开头提到的不要买消费主义逆行者小组，还有一些神仙小组都可以帮我们理性消费、精简人生。今天你消费降级了吗？小组，这个之前咱们也提到过，目前25.9万组员，讨论消费降级的原因以及哪些东西可以被消费降级。2. 抠门女性联合会小组，目前53万组员，专供女性朋友们交流抠门心得，同时谴责挥霍浪费的同性和异性伴侣。3. 丧心病族攒钱小组，目前18万组员，旨在为我们非富人群体提供清爽、纯粹的攒钱交流环境，坚决抵制炫富凡尔赛。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小组，自己如果想剁手了，就到这几个小组转一圈，手铁定能保住。另外，凭我对这几个小组的观察，总结了一个不成熟的结论：对于非必需品，能不要就不要，我们要思考自己的真正需求；对于必需品，宁少勿多，我们要思考物质的本质作用。当然，这里的必须与非必须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比如你每天都有看书的习惯，那书对你来说就是必须的。总之要通过自身需求来主导消费行为，而不是受那些品牌广告的影响。通过这些方法，我从一个超前消费者逐渐转变为徘徊者，再到现在坚定的逆行者，回归消费本质，省钱省时，何乐而不为呢？日本学者三浦展在《第4消费时代》中写道，人们追求的是能让人生和时间充实的消费，而不是耗费人生和时间的消费。对于人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度过人生，无论是浪费人生，以筋疲力尽、毫无成果的方式告终，还是度过充实的时间，带着满足感告终。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